药君中庸院讲第11讲，发而皆中，节谓之和。原文片段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庸第2章大白话解读。前一句未发谓之中，讲的是心未起波时的清净本体。这一句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讲的是当喜怒哀乐等情绪真正发出来时，若都恰到好处，不偏不过，这就叫和。中是内在根基，和是外在展开，中是定住心的无波之水，和是行动时的有节之流。药君院讲义理，药君院法中，和对应的是愿力发起后的节制、调和与平衡。你愿起时是中，你愿发时若能不急不狂，是和根基；不强不逼，即是和。许多愿修者常有以下问题：发愿太猛，一日立100愿，3日全散；愿行太急，一心想度尽众生，反令自身耗竭；行愿太直，非我所愿者，即视为魔障，反生嗔心，这都不是和。愿若失节，则易伤身、伤道、伤元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愿讲是愿言如和风，而非烈火逼人；你愿化是愿润物无声，而非控制他人；你愿修是愿日日稳定微光，而非骤起骤灭之焰。愿修如弦乐，太紧则断，太松则不明。愿修练习愿和醒察，每日愿修结束时，静坐3分钟，反省3个问题：一、我今日愿发是否带有焦躁、控制、执着？2、我是否太强，求众生接受？3、我是否对自己要求过急，反而疲惫退心？若答是，请念：愿我愿行归于调和，不偏不直，随缘而度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发愿如和风，愿行如调雨；愿我愿心不激不滞，光行调柔而不照；愿我愿不逼人，不困己；愿光自柔，自达，自度。药君中庸院讲第12讲，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。原文片段：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中庸第2章大白话解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中是天下修身立命的大根本，和是天下航道施化的宽广之路。中让人不乱，和使人得其度，行其路，达其愿。所以一个人若心能守中，行能致和，便能贯通天地人事，融会情理众生。中是根，和是光。药君院讲义理，在药君院法中，和不仅是院主内修的功夫，更是院界对众生之度化大道。若你愿行之中能调柔不偏，光润无碍，则众生易感；若你度众之时能圆融无执，不强不逼，则万愿一和。愿界之光并非一束照人之光，而是一片化人之和气。和是愿界的语言，院门的门户，院子之间相系相通之道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在度化之路上感到难行？你是否因理念不同、语言不通而难以启发众生？你是否曾想改变他人，结果反而生出对立？这正是因为少了和之力。你若愿心过刚，众生必逆；你若愿光过烈，反招抵触。你若愿门调和如春，方得化民成俗，自然而归。愿修练习愿光调和。今日愿修时，请设一愿：愿我今日所有言行皆带和气；愿我见众生之时，如春光般温暖；愿我愿力调柔而不弱，坚定而不激。可配念愿语：愿我以和为愿道，以柔为愿光，以爱为愿周，度一切众生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所行愿道，柔中有光，光中有和，和中无碍。愿光所照之处，众生自愿而归。愿我愿界如春日清风，愿我愿心如甘霖润物。愿我所化无声亦有力，无形亦有光。药君中庸院讲第13讲，成者天之道，思成者人之道。原文片段：成者，天之道也；思成者，人之道也。中庸第20章大白话解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成本就是天地运行、万物化生的根本之道，是宇宙的法则。而人之为人，要做的就是在心中发起思成，不断趋近天之成，修到与道契合的地步。所以成不是人发明的，而是天赋予的。但思成就是人的主动，是愿意修、愿意守、愿意贴近光明的那一念愿心。药君院讲义理，药君院法将此句解为：成是药君法界的根律之一，是愿光之本性，是一切愿化运转的中轴。愿若不成，即是虚愿、妄愿。
愿若成身而久，即可贯通天地，感应群生。要君愿主的修持，正是以愿成，气天成，以清愿接本道。你若愿发而不真，那是情绪；你若愿守而不久，那是欲求。唯有你一念坚成，久久不变，那就是天道现前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发过一念大愿，却因迟无回应而动摇？你是否曾修愿到一半，感到孤独、疲惫、无力？你是否担心自己的愿心够不够，感应不到要君法界？我告诉你，你不需法力奇观，只需一念真诚；你不需完美表现，只需一心思诚。愿界的大门从来不是用力推开的，而是以诚感开的。愿修练习思诚归道。今日静坐，问自己3件事：一、我所发之愿是真正出于不求回报的清心吗？2、我是否愿意不论结果如何，仍坚守此愿？3、我是否愿意今生今世不舍愿心，不离本道？若能3问皆是请念，愿我一念思诚，归要君本道。愿我之愿，虽远不弃，虽苦不退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成于一念，不为显化，不为虚名，只为归道。愿我成光如明日，普照愿界无尽众生。愿我以诚行愿，以愿归道。愿天之大愿，在我心中长明不息。要君中庸愿讲第14讲，自成名，名成而光。原文片段为天下至诚，未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议。中庸第22章大白话解读。这段话说明了至诚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。当你真诚到极致，就能活出自己的天命本性。当你能成就自己的性，也就能感通他人，理解众生。再深入，就能理解万物，顺应天道，与天地同工，共创大化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2个字：自诚。要君愿讲义理，要君愿法称，自诚为愿修之原点，愿光之本焰。你若不能对自己至诚，所有愿法不过形式；你若能日日守一念真愿，天地即与你同振。要君愿主的愿光，非自外来，而是从自诚之明中升起，化作明诚之光。自诚是愿心的自照，明诚是愿光的自发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这样？面对外界质疑，不知自己是否还该继续发愿；面对困难挫折，心中动摇，不知所修何在；面对众生迷惑，愿心微弱，难以启发。这些都是因为你未回到自诚本位。发愿不在于形式有多响亮，而在于你是否从心底真实的相信，愿意守住。你若诚，愿即明；你若明，愿即光。愿修练习自诚之观。每日清晨醒来，静坐3分钟，默问自己：我今日是否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愿？我今日是否愿意继续守愿，无论有无回报？我是否相信我的愿就是我最真实的光？若3问皆是，默念：愿我自诚生明，明诚化光；愿我愿身照我所愿，愿光照要君法界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于自诚中生，愿于明诚中发光。愿我光明之愿自心自生，自净自照。愿我不忘本愿之业，日日自照自明。愿我愿光不假外求，由诚自发。要君中庸愿讲第15讲，诚之者道之也，思诚者人之为也。原文片段：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；思诚者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。中庸第20章节选一合。大白话解读：这句话可以理解为，真正做到诚的人是那些选定了善愿正道，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人；而努力思诚的人，则是那些勤于学习、细致思考、真诚反省、坚定践行的人。一个是以诚道的诚，一个是正在诚的诚，一个是光明之体，一个是愿行之路。要君愿讲义理。要君愿法中诚分为2类：一、本体之诚，诚之者，如要君法界愿主之愿是无虚无妄、圆满显现的大诚；二、愿行之诚，思诚者，如众生愿子在愿修路上一步一念向着至诚靠近诚之者，是愿界之光。思诚者是你每日修愿的过程，你不必一开始就是要君之愿佛，但你可以一日一愿一念一光的成为那样的愿主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羡慕那些天生有大愿有佛力的愿主？你是否担心自己愿力不够，信心不稳，修行不圆？别怕，你只需从思诚起，
每日愿修是笃行，每次反省是审问，每回回光返照是慎思。每次讲愿、修愿、护愿、行愿，都是在不断思成向成之前进。愿不是一日而成，是日日修成。愿修练习思成五行，请每日愿修时关照：一、今日是否学习一点愿法之理？博学；二、是否认真听闻自己内心之音？审问；三、是否冷静思索愿行是否偏执？慎思；四、是否明辨真愿与情绪愿？明辨；五、是否真实去做一件愿行之事？笃行能日日如此，便是思成者人之为也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今日所思皆为成，我愿所行不负所愿，愿我虽非至圣之成，亦愿日日靠近耀君之光，愿我愿修不求顿成，唯求日日不退，愿我今日思成之念，终成未来成之之道。耀君中庸愿讲第16讲，至诚如神，愿主之真光。原文片段：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真祥，将亡必有妖孽，见乎师归动乎四体言者，无罪闻者，足以戒成之不可掩，也如此其极也。中庸第24章大白话解读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若至诚到极致，就能如神明一般，不靠推理推测便能感知未来，洞察人心，预见天地之变。所谓至诚如神，不是说你变成神，而是你那份不夹杂不动摇、贯通天人的诚意之心，已经和天地法则同步了，就像一束光照亮未见之境。耀君愿讲义理，耀君愿法中至诚，即是愿主之本，验真光之体，感应诸界的本能之力。耀君愿主之所以能度众无量，开愿无尽，根本不在于神通广大，而在于愿成无漏光，不虚妄一念，至诚胜过万句虚言。一愿真实感应千界众生，在愿界中愿主的真光并非凭空升起，而是从无数次思成守成形成中逐渐聚集，显现圆满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你忽然感到某件事将至结果应验，你未说出心中所愿，亲人却主动回应，你念起一人，便在梦中或现实中与之相见。你许愿不求神迹，却在绝处逢光，那不是神迹，是诚己所现。至诚之心如光入暗室，至诚之愿如升达无边。愿主只需一念不退，不达不虚，即能如耀君之光，横遍法界。愿修练习至诚守念。今日愿修，请选择你最重要的一愿设为主愿，发愿后守此一念，不多言不外求不散心，仅守此念5分钟默念：我愿至诚守愿，愿光自照，愿不动于外，不杂于内，愿我此心耀君所见。日积月累，此念将成你愿界中的一道真光门户。结语发愿句：我愿诚挚无漏，心如光炬，愿我一念不通神通，亦可感天的照众生。愿我之愿真于本性，愿我之诚化为耀君愿界之光，引众归元。耀君中庸愿讲第17讲，诚者不免而终不思而得。原文片段：诚者非自诚者也，亦必自诚而后诚也。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免而终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圣人也。中庸第23章大白话解读。这一段话深刻揭示了诚的2个层次。起初之诚需要人用心去修、去守、去思，这是思成人之道。到了极致的诚，就不再需要刻意努力，自然而然的得其正行，其中应于道，这就进入了天之道的境界。不免而终不思而得，不是懒惰，而是愿修以至极致，心无妄念，愿即自然流露，宛如本性中流出的清泉。耀君愿讲义理，耀君愿法称这一境界为愿无为而无不愿，自然而愿自在。在耀君法界中，愿主若已至真诚无妄，便无需日夜念诵，心力控制，愿光自会如呼吸般流动，如日光般普照。你不再强行发愿，而是念起即愿动即光现。你不再焦虑众生是否度化，而是无声中众生归一。你甚至无需日日说愿语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愿的显现，这便是诚即如道，道化众生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？起初修愿靠刻意努力，每日需多次提醒发愿修念，后来逐渐形成习惯，愿语脱口而出，愿心不请自至。再后来，甚至在梦中行走间无声时，愿光自现，愿感自生。这不是退休，而是愿修，进入了城中之化。真正的愿主是连呼吸都在修愿，连眼神都在发光的人。愿修练习，愿入无为。今日愿修，请安住当下，不主动发愿，不刻意修念，仅闭眼静坐3分钟，关照心中是否自然涌出一愿，若有即轻声念出。
我之愿不由强求，不由外取，愿我成光自现，自照自化。若3分钟无愿升起，也无妨，请静心说一句。愿我在无愿中守愿，在寂静中守光，这即是无为而愿，成寂静而光生。结语发愿句：愿我之愿无执无畏，不起而起；愿我之光不思而照，无言而化；愿我愿修不止于努力，而化于自然，不止于形式，而归于本愿。药君中庸愿讲第18讲。成之志也可以前之，原文片段。成之志也可以前之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真祥；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师归，动乎四体。成之不可掩，也如此其极也。中庸第24章大白话解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一个人修成达到极致，就能具有前知的能力，也就是说能感知尚未发生之事的兆头，觉察周围人事未言之变，甚至无需言语一事，其心之动身之行，便已预兆天道之动。这是成的最高境界，不仅感应天地，也提前觉知万象。药君愿讲义理，药君愿法称这一境界为成开愿觉感欲三界。成至极致者，其愿心即与药君法界合阵化为感应之体。在这境界中，愿主不需观补，不用多言，其心动之处即为预兆所致。这并非特异功能，而是成光所现。这不是通灵神通，而是志愿所感。愿主之成，若如琉璃不染，便能预知众生的苦欲念业，乃至未来可化与不可化之机缘。愿法发愿引导，你是否曾在某一日心神不宁，后来发现亲友遭劫，在发愿之际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某个应度之人，在众人之间，忽觉某人心中之苦未说出口，那是你愿成见显前知之觉正在开启。愿觉不靠学靠成，愿光不靠巧靠信，你愿真一分，光通一分，你成身一层，感应一层。愿修练习前知之观，今日静坐愿修，请回顾近3日内你是否有某个莫名心动但未理会的瞬间，某种预感但未信任的怨念，某个念头不断出现，仿佛提示你什么。若有，请今日发以愿。愿我愿心之诚，见开愿觉之光。愿我信其所感，不以无声而已之。愿主之愿不为通神奇义，而为度众真实。愿觉之前知，是为了提前布光，早度有情。结语发愿句：愿我愿成至极不为显义，但为感通。愿我心光先照见未显之苦度，未发之愿。愿我诚心化为光觉。愿我愿觉早起会门。愿我愿力不负众生不言之苦。药君中庸愿讲第19讲。成者成己成物之道也。原文片段：成者成己之道也。成者成物之道，也成己人也。成物之野性之德，也和外内之道，也是故实错之疑也。中庸第25章大白话解读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：成能让人成就自己，也能帮助他人成就他们自己。成己是让自己走上仁义正道，活出性命光辉。成物是能够助人开悟成事，成人成道。成己靠的是忍爱之心，成物靠的是智慧之力。这就是成的伟大，不是只修自己，而是能一成之中光照十方诸物化成。药君愿讲义理，药君愿法将此理解为：愿之成，力具自成，与他成之双功。愿主愿修若只为自己解脱，称为自成之愿；若愿修间为众生开愿，助愿成愿，称为化他之愿而至成的愿主，则必兼具二者，自己因成而坚不可摧，他人因光而觉醒修愿。这就是真正的药君愿主。成而不思愿而化人，愿法发愿引导。愿修者须时常反思，我的愿修是否只关心自己圆满？我是否真正愿意帮助他人，引导众生，启发迷茫之心？我是否有一念愿人意愿成光的慈悲大心？若无则愿修义偏向愿直，若有则愿光自然扩展众生自归。药君愿主之成，正是以成己为基，以成物为志，能照己亦能照人，能自愿亦能助愿。愿修练习成己成物。今日愿修时，请关照我今日哪一愿是为自我之光，哪一愿是为成就他人之愿？我是否愿在自己圆满之后，继续为他人愿护持？可默念发愿句：愿我之成不止于己，亦及于人。愿我之愿成己成物，光照同愿众生。结语发愿句：愿我愿成不偏一己，愿我光行化成万言。愿我愿门常开，不惧后来之众。愿我愿力不竭，常助未觉之人。愿我愿成自身之道，亦助众生成道之愿。愿我之愿不孤不思愿，我之光不藏不息。药君中庸愿讲第20讲中讲。愿道圆满，
中和归要君法界。原文片段：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至中和天地位，因万物于焉。中庸首章大白话解读：中是万物之本，是心之正性之职；和是万事之道，是万物协调众生安宁。当一个人能守住中，达到和，他就与天地同步，与众生共荣，成为天地的合作者，愿界的发光者。中和不是平庸，不是妥协，而是愿心不偏不倚，愿行圆融无碍。要君愿讲义理，要君愿法称，至中和为归于愿道的本源，和于法界的总愿。中是愿的中正，不执不偏，不狂不退；和是愿的圆融，无障无碍，无私无我。当愿主行至此境，其愿光即化为要君之光，不再局限于个人，也不再止于果报，而是成为清愿法界的大用愿身。至此，要君中庸愿讲所说的一切，从第一讲的发愿之源，到中段的愿修之行，最后归于此一讲的愿道之源。正如中庸开章所说，至中和天地，位焉万物于焉，愿光归位，愿众得遇。这就是要君愿界的中道圆满，愿法发愿引导。你是否已走到这样一刻，不再焦躁于愿未速现，不再执着于谁度谁不度，不再困顿于结果，而安住于愿本身？你已尽忠，你已生和，你已行道，你已归光。愿主不求速果，唯求圆成；愿主不求奇迹，唯愿归界。愿修练习，原愿归法。今日请安静回光，一刻念出你今生的主愿，我愿。然后静静关照心中是否平安安住，无惧。若是则念，愿我主愿安住中道，圆成和光。愿我身归要君法界，愿门永明，愿光常照。你的一生所修归于这一念圆愿，你的所有愿光归于这一道要君光界。结语发愿句：愿我所修皆归于愿，愿我所愿皆归于和，愿我所和皆归于光。愿我身心归要君愿界，愿我光明度无边众生。愿我今讲至此不为终点，乃是愿在起之心时。要君中庸愿讲全20讲圆满完成。